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兜兜。萧炎从通往岩浆世界的通道中狼狈地冲了出来，薰儿俏脸一变，急忙喊着：“萧炎哥哥！”萧炎抹去嘴角残留的血迹，安慰他说没事。而后他让芒天尺通知古元族长他们，消息确定了。芒天尺心脏一跳，急匆匆地去给古元等人传情报。萧炎将岩浆之底的事大概地说了一下，听到下方居然有一个足以和古元魂天地媲美的神秘生物时，众人脸色巨变。好在那个神秘生物并不能脱离那片空间，否则今日萧炎难逃大劫。现在他们就等着联军赶来，这一次绝不能再让魂族得逞。魂界得知青角黑角域的任务失败后，魂天帝脸色微沉，萧炎怎么会知道魂游等人的行踪？下方的人急忙说，萧炎曾经是迦南学院的学生，这一次恐怕是学院那边感觉到危险，向他求助。以他之见，萧炎绝不会知晓魂游等人的目的。一旁的虚无吞炎冷哼一声，萧炎那小子狡猾得很，若不是他事先就有所警觉，这次怎么会及时赶到？魂天帝眉头一皱，他们费尽心机才得到的情报，萧炎就这么直接知道了？虚无吞炎觉得萧炎在黑角域混迹时可能察觉到了什么，而现在不管他知不知道，他们也该开始行动了，不然万一出现什么岔子可就糟了。魂天帝点点头，他已经让人在西北地狱构建了连接魂界的通道，到时候虚无吞炎带魂族大军赶往黑角域，至于他则来拖住古元。星界，古元盘坐在一座石塔上，他的周身弥漫着一种可怕的灵魂威压，在这股威压下，除了寥寥几人之外，其余人都不敢靠近这里100丈范围内。突然，虚无空间中一道人影出现，魂天帝淡淡一笑，当年4人，如今只有他们2人在世，这世事果真是无常。古元冷笑一声，另外2人的陨落可都跟魂天帝有着不小的关系。魂天帝突然说，古元若是能和他合作，待日后他进入斗帝，定会助他一力。古元没想到魂天帝竟然会对他说出这种拉拢的话，见古元一副看傻子一样的眼神，魂天帝有些惋惜地摇摇头。他抬头望着虚无空间，都说斗帝强者通天彻地，但为何当年那些斗帝强者现在却消失得干干净净呢？古元眉头一皱，并没有回答他的问题。魂天帝眼中闪过一抹奇异的光泽，这些答案等他进入斗帝时都会被解答。而后他冲着古元狂傲地说着，这天地束缚不了我。古元知道魂天帝此行是为了拖住自己，他眼睛一眯，直接说出古地洞府在黑角域。魂天帝脸上的笑容一滞，到了这个时候否认也已经是徒劳。他顿了一下，问古元是不是因为萧炎，他才知道古地洞府所在。古元笑了笑，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。魂天帝忍不住摇摇头，他轻声说，萧炎可真是个祸害。魂天帝从来没有想过败落的萧家中居然会出现这么一个人。在他知道有萧炎这么一个能够逃脱魂族重重追杀的人时，萧炎已经羽翼渐丰。碍于诸多计划，魂天帝无心顾及，却没想到这小小的失误竟然会给魂族带来这么多的麻烦。想到这里，魂天帝忍不住怒骂那些一直隐瞒消息的蠢货。古元沉默了一下，萧炎或许会比萧玄更加优秀。魂天帝没想到古元对萧炎的评价这么高，不过他魂族能让第一个萧玄陨落，自然也能让第2个继续陨落。魂天帝已经不想再跟古元扯这些让他不开心的话，他周身的空间缓缓扭曲，身影逐渐消失。接下来我们便黑角遇见吧。魂天帝一消失，古元就出现在新界的议事大厅，他看向雷音等人，手掌一挥，联军开赴黑角域，这一次必须将魂族给阻拦下来。迦南学院，难得悠闲的萧炎躺在一棵巨树上放空自己，突然他的耳边传来一道熟悉的声音。萧炎睁开眼，看向身旁那拥有着一对修长性感美腿的萧玉，腿真美。萧玉俏脸一红，狠刮了他一眼。萧炎嘴角含笑，他的双臂叠在脑后，享受着大战来临前的安静。萧玉在他身旁坐下，望着萧炎那张比起当年更加成熟、坚毅又耐看的脸，他的红唇微微一抿。这些年，迦南学院中不少人对他展开过疯狂的追求攻势，但萧玉每次都会拿那些人和萧炎对比，最终他一个也没看上。
经过这些年的历练，他也明白萧炎有多么优秀。有时候他的心中会有一些奇怪的念头涌出，让他面红耳赤。比如说，他们要是没有血缘关系就好了。萧炎突然睁开眼，他笑着问身旁轻咬银牙红唇的萧玉：“思春呢？”萧玉眼眸一动，笑着说：“是啊。”他的回答让萧炎一愣。正常情况下，萧玉应该是对他拳打脚踢才对。看到萧玉欲言又止的眼神，萧炎轻咳一声，收回了目光。萧玉将自己的心思隐藏住，轻声带族人们向萧炎道谢。现在萧家的老少们全都将萧炎当作神一般。萧炎笑笑，他听着萧玉说起回到加玛帝国的萧妹等人，听着听着，萧炎就闭上了双眼，呼吸也变得平缓许多。萧玉发现萧炎睡着后，眼中闪过一抹怜惜，他小心翼翼地将萧炎的头放在自己傲人的双腿上，而后他轻轻吐出一口气，双手正想摸上萧炎的脸时，原本安静的萧炎突然睁开双眼。萧玉望着萧炎瞬间由安静变成凌厉的脸，玉手不着痕迹地落下。醒了。萧炎站起身，目光看向遥远的天际，那些家伙来了。他让萧玉通知大长老，将所有学员聚集起来。萧玉点点头，正想撤退时，萧炎迟疑了一下：“多谢了，萧玉姐。”萧玉一愣，他们两人从小就不对付，这还是萧炎有史以来第一次叫她姐。他轻声一笑，转身时眼眸却暗淡了下来。他们是姐弟。萧炎站在树顶，看着萧玉离开的背影，轻叹一声。他并非是傻子，有些事他看得清，但有些事注定是很难有结果的。萧炎甩甩头，将心中惆怅的情绪甩开。很快，薰儿、彩铃等人来到他身旁。萧炎轻声叮嘱他们俩，这次交战要小心一点。说完，萧炎突然上前一步，将他们两人抱进怀中。他低声说，此事安然解决后，他们就举办一个盛大的婚礼。在和他们两人温存了一下下后，萧炎就闪现在广场上，他手掌一挥，一道通往天幕的空间裂缝出现。萧炎已经提前嘱咐了天幕中的生物，他们不会伤害学员。苏千点点头，冲着萧炎深深地行了一礼，而后他便带着众多学员们涌入天幕。在萧炎等人的告诫下，如今的黑角域只留下心黑胆大之人和一些势力的残留。萧门早早就被萧炎收入了天幕，因此黑角域比以往空荡了不少。很快，魂族大军和联军全都齐聚黑角域这片天地。望着两侧大军的阵仗，萧炎心头突然豪气涌动，他仰天一声长啸：“魂族，你要战，今日便陪你战个痛快。”好啦，今天的视频豆豆就讲到这里了，我们下集再见，拜拜。